让开！认真说来，我们已经间接的打过很多次交道了，但这是我们第一次真正意义的相见吧。影宗宗主，易卜先生，你是暗河的大家长，苏昌河。正是。暗河打杂人苏昌河，奉苏家家主苏沐雨之命，在此留下你的姓名。不愧是影宗宗主，还是有几分实力的。我差点就输给你了。一切终于都结束了。来呀，你动手啊！啊！告诉我，天启城中知道暗河和影宗关系的都有谁？怎么？你是想把他们都杀掉是吗？是又如何？你觉得我杀不了你，可我不还是把你们都杀了？放心吧，如果让人知道，在江湖上恶名昭著的杀手组织背后竟是朝廷所控，那会引起天下的恐慌吧？知道暗河和影宗关系的，也不过是寥寥几人。寥寥几人便是友人。告诉我他们的名字，我可以留你全尸。怎么样？找到你想要的东西了吗？找到了。这老头怎么处置啊？哎，不对，我为什么要问你啊？明明我才是暗河之主。要我说，就把他的手脚都砍了，要不然他是不会告诉我们天启城中还有谁盯着暗河。就算你斩断他的手脚，他也不会告诉你的。你杀过的人不少，这样的眼神，应当也见过不少。我发现你这个人真无趣啊！我不过就是想折磨他一下罢了。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秉承这最后一点的良知，我愿意听听。是影子，便一生都是影子。影子，若是想走到阳光下，便只能消失。你们终将会失败的。真是无畏气！苏沐雨，今天我们也算是大获全胜，我请你到碉楼小筑上去喝上一杯。我们烧的不仅仅是影宗，还是明面上的国丈府，得立刻离开天启城才是。影子若想走到阳光之下，便只能消失。那影宗不再成为影宗，而拥有了国丈府的身份，这是不是就是所谓的影子到了阳光之下？方才露出的破绽，是故意的。
前辈好雅兴。很多年的习惯了，喝上一壶酒，吃上一碟花生米，是我每日唯一快乐、轻松的时光。我理解。今日见你的第一面，我就猜出了你的身份。你和你父亲年轻的时候格外的相像。我的剑法和我父亲当年比起来，也并不逊色。你的伞是你的剑。我的伞中藏有18剑，这屋里屋外加起来共18人，刚好一笔剑，取一条你们的命。不愧是苏家家主，一早就看中的孩子，居然重现了18剑阵。你们这些人应该都已经死了，为何会出现在家园之中？当年提魂殿下了这个任务，大家长本意是拒绝的，因为灭掉一个无间城所带来的影响太大，会动摇安和的根本。但提魂殿的态度很坚决，因此安和损失惨重。93名最顶尖的杀手，最后只回来了这18人。而这18人在日后执行任务的过程中，都遭遇到了追杀。没有人能提前知道安和杀手所接的任务，除了提魂殿。没错，大家长也怀疑是提魂殿和下丹的雇主合谋，要杀人灭口。暗河之中从来都不存在所谓的杀人灭口的事情，因为你们根本不知道雇主的信息，没有灭口的必要。但那一次不一样，雇主想要的是无间城中那些珍藏的剑谱。当我们的人冲入城中的那晚，他们那些潜入的人正在争夺无间城中的剑谱，而我们两方人马在很短暂的时刻产生了错误的交锋。正是在这次交锋的过程中，我试探出了对方所用的剑法。成剑上9天，龙影落黄泉。没错，是9天剑法。无双城，莫急。此剑一出，天下无剑。可偏偏号称天下无双的第一武城，赖以成名的也是剑。无双城，这个答案还真是令人心寒。为何心寒？因为我的父亲曾称赞过前任无双城城主刘云奇的剑法，对他隐有相惜之意。只可惜，苏公子，我知道的都已经告诉你了，但我也有一些话想对你说。我们这些人和你没有任何的情感，也不存在任何的愧疚。安和听令行事，你也是一样。
所以，今日若你想复仇，我们必定杀你。我若要寻仇，找的也应该是卧道之人，这点我明白。更何况，入了家园，这一生的罪孽荣光都将洗尽，这一点也不会有任何改变。你来了，老爷子知道我要来。你很像我年轻的时候。老爷子年轻的时候，就这么不是个东西了吗？你似乎很不喜欢表现出自己最真实的样子，是怕被人看穿吗？以前的你一直被我压着，不敢冒头。如今我的锐气已去，是不是觉得自己的机会到了？老爷子既然这么喜欢算计人心，那不如算一算，我进来是打算做什么？你想要苏家家主的位置。苏长河，你只是无名者，无名者苏沐雨没有继承大家长的资格，你也一样没有继承苏家家主的资格。唉，被小瞧了呀！区区苏家家主之位，我苏长河看不上。我要做的是一件暗河几百年来从未有人做过的事。我要实现的是暗河所有人都无法想象的宏愿。我要改变暗河。好，长河，你的寸之间的确厉害，但想胜过我并不容易。我的剑虽然断了，但我依然是苏景辉。五爪之虎，无尽之龙，不在话下。好身手！当年若不是我苏家，你们俩早死了。鬼窟渊是沐雨背着我爬出来的，大家长那一剑是他自己接的。我们毫无选择地进入了暗河，但我们会自己踏入彼岸，而你是旧时代的义务。你受了内伤，不是我们的对手。苏长离，暗河的天要变了。秋叔是不是在想，如果出来的是老爷子就好？
你执行过那么多次天字级的任务，每一次出手都定有必胜的把握。想必你等这一刻也已经等了很久了，而这一次的结果，也定和往常一样。秋叔还真是了解我，真是令人感动。我花了整整6年的时间集结起了这个组织，它的名字叫做彼岸。彼岸，你想改变暗河？没错，跨过暗河便能到达彼岸。彼岸之处不再有黑暗，而是光明。听起来很振奋人心，不是吗？秋叔是本家族人，从出生开始便当做一个刺客来培养。当真会有人愿意作为一个杀人的工具而出生吗？为什么世人能沐浴阳光，而我们3家的族人却只能居于黑暗？难道你真的没有想过要改变这些吗？我自幼被迫学习杀人技法之时，自然想过这些问题。可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我的双手早已沾满了鲜血，又有何脸面去谈改变这些？是啊，所以我虽然觉得你是我的同道中人，却没有将这戒指送给你，是因为我觉得你虽有觉悟，但你早就已经丧失了勇气。而我们不一样，我们还年轻，就像那小说话本里说的，我们正当年，我们离那个热血沸腾的年纪还不算远，我们还记得未曾远去的少年之心、少年之志。既然我们胸腔当中还有少年之心在跳动，那便不惧、不悔、不服。你杀了老爷子吗？秋叔，你是个不错的人，是在这个污秽不堪的暗河之中少有值得被尊敬的人。新的暗河不再需要苏金辉，他没有死，你带着他离开吧，好好活着吧。或许有一日，你再在江湖上听到暗河的名字，会有一些惊喜。好，我等着。再见了，秋叔。大哥，苏家其余弟子已被控制。为什么不杀了他？是啊，为什么呢？我们接下来有什么计划？是去穆家那里，择机出手。苏沐雨去哪儿了？宇哥回了朱巢。那我们就去朱巢。绵龙剑被穆慈灵带走，现在在穆家手里，我们去朱巢又有何用？如今谢家已经去围堵穆家驻地了，我们何不趁他们2败俱伤之时抢夺绵龙剑？彼岸成立那天起，我们便在为今天做准备。你身为我们的首领，不应当这个时候寻思去保护你兄弟的命。
大战在即，不要起冲突。你若杀了我，又何谈新的暗河？你难道现在还想将大家长的位置留给他吗？你给我听清楚了，依据苏沐雨的性格，除非他死了，不然无论如何都会把那把剑追到手。他既然选择没有去追穆斯林，而是回了朱朝，那就说明那把剑一定有问题。也就像谢霸那样的傻子才会去跟穆家拼个你死我活。你如果也这么蠢的话，那你就去陪葬吧。既然如此，说清楚就好了，何必这样？大哥，另外，有句话你确实说对了，苏沐雨这条命我还真就保下了。任何人都可以死，唯独苏沐雨不行。不行就是不行，除非我死了。你们在朱朝门口等我。是。银虎，大家长，一会儿若情势危急，你带神医先行离开此处。是。大家长，你是觉得苏沐雨解决不了外面那些人吗？苏沐雨一人一剑，天下无人能拦得住。可这世间之事，从来都不是一人一剑便能改变的。可是。有克制了。他是谁？唐门唐连月。终于见到你了，暗河大家长。天启城玄武使，我也是久仰大名。为何所有人见到我都要称呼我为天启城玄武使？我来此杀你，只是为了报我二叔的仇，与天启城无关。你还是太过年轻了。你二叔唐二老爷早已不插手江湖之事，甚至连唐门都不愿意待，一个人躲到孤冷偏僻的寥落城独居。这样一个人，又为何会有人要暗河大家长出手，亲自杀他？谁找的你们？此刻不提主顾名，这是规矩。我只能告诉你，唐二老爷在现在的唐门中是最支持你的人。唐门召你回蜀中，你不愿。门中长老，只有他是站在你这边的。我明白了，多谢大家长提点，但我还是要杀了你，为他报仇。那就恭请玄武使来取我性命。大家长，您现在的身体不能出手。
家主，繁花师兄在夺取绵龙剑的过程中被苏家所杀。这些日子负责经营他的荆轲师兄也遭人暗算，尸骨无存。繁花，你身体不好，不能饮酒，只能饮茶。你还说饮茶能让你延年益寿，我也曾跟你说过，我们做刺客的刀口舔血，能尽兴一日，便是一日。家主节哀。血气刀的徒弟呢？谢不谢败于苏沐雨之手，随后下落不明。下落不明？你的意思是说，谢不谢他叛逃了？弟子不敢。暗河就没有下落不明一说。他既然不辞而别，那就是叛逃。派2个人去寻他，另外传信给谢奇刀，让他来救萧城。奇刀说，我之前有寻过他，但是被他给赶了出来。万事皆要付出代价。既然他想护着他的徒弟，那么他就应该为此付出代价。暗河本就不是什么江湖门派，由不得他闭关练刀。那现在，谁让你起来的？跪着，连跪3日！家主。谁杀的？苏家。苏哲。若是他的金环，确实会有这样的伤害。苏家竟然派出了这个怪物，他们都是站在大家长一边的。应当不是。原本他出现也是为了杀死药王谷的神医，可不知为何，他突然动手杀了我们的人。我拼死一搏，才夺回少主的尸体。都起来吧！暗河中人朝生暮死本就是常态，即便死的是我的儿子，大家也不需要悲伤。什么人？死灭关？死灭关里锁着的是那个疯子。家主，万不可打开此关，太危险了。死灭关一直由提魂殿看管，为何会出现在此处？是我向提魂殿请的。他们既然愿意给，就说明提魂殿的心是向着穆家的。长河呀，长河，你还真是要么不动手，动手就能让暗河风雨飘摇。老爷子，你就别嘲笑我了。
你看我被穆子哲打成了这副惨样，我哪有你说的那么厉害？谢繁花死了，你不会不知道吧？嗨，是我杀的。谢繁花那家伙本来就是个半死不活的样，谢家那帮人早就盼着他死呢。他不死，年轻的那几个人也不好冒头啊。谢繁花若身体无恙，定是谢家下一任家主的不二人选。你杀了他，算你功劳一件。但慕白，你不该杀呀！什么？慕白也死了？谁杀的？你不知道吗？苏哲，谁派去的？完蛋！哲叔这家伙平日里不是最爱偷懒吗？怎么这次这么激情？他杀了慕白，那我再和穆子哲碰见，他不得扒了我的皮啊？穆子哲就是个疯子。如今你杀了他的儿子，不是扒了你的皮，是要扒了整个苏家人的皮。过往100来年，暗河不是没有内斗，但3家鼎立的格局从未改变。这一次，怕是不一样了。老爷子，这真不怪我，这是哲叔自己干的。我让他去杀药王谷的神医，我没让他杀慕白。罢了，剑出不能回鞘。既然如此，索性就让整个暗河都姓苏。家主雄才伟略，我苏昌河誓死追随。你誓死追随，那苏哲呢？哲叔，又怎么了？老爷子怕穆子哲报复，方才已派出了一批人马前去支援苏哲，但是他们发现苏哲并没有和苏沐雨动手，而是选择和苏沐雨还有那个药王谷神医同行，返回了株洲。难不成苏沐雨说动了哲叔？师父，方才不谢回来了。哦，他回来了，任务完成了。他没有说任务的事，只是留下了这个。他和苏沐雨对战了，这便是他寻到的第8刀。不屑说，这个还不是真正的第8刀，他还需要几年时间去游历，等找到答案之后再回来。他疯了！暗河之人入江湖游历，逾10日不归，提魂殿追杀他的手术便会毫不犹豫地发下去啊！那便是第2件事了。家主来信了。信上说了什么？他们那些废话，我懒得看，你直接说了便是。家主说，谢不谢罔顾任务，私离暗河是死罪，但只要师父你愿意出山，前往九霄城助谢家一臂之力，那他们就会向提魂殿求一道手书，赦免不谢的死罪。这个谢霸倒是打得一手好算盘。
喝药了。喂我。你怎么？伤人者喂被伤者一点药，怎么了？没讹上你一辈子，就算不错了。好体贴的小郎君啊！你这么拖着我，不是什么好办法。你的伤迟早会好，而我迟早会去找大家长，为唐二老爷报仇。好苦的药啊！那便等我伤好那日再说吧。毕竟堂堂玄武使，总要先还债，再报仇吧。哲叔，昨天你们那个声音真的是太响了，我都听到了。你真的想当大家长吗？哲叔觉得呢？不行。要是我那个女看上你的话，绝对不行。要是没看上的话，那倒是可以。哲叔说笑了。主朝外面传来消息，谢繁华死了，长河杀的，穆伯也死了，我杀的。慕白不是已经逃走了吗？所以你觉得呢？是长河干的。穆清扬暗地里加入了长河的势力，在他的安排之上杀死了慕白，嫁祸于你。哼，这个卵子，连我都要算计。他一举杀死了2家少主，看似重创2家。实则是将祸水引入苏家。这场暗河之乱，已经从3家争相杀死大家长，夺走绵龙剑，变成了一场乱战。这世间最大的利益，往往从最大的混乱中获得。昌河部的局，已经到了最后。我早就应该猜到了，他并不是在帮苏家主办事。他自己就想得到绵龙剑，可即便握住了绵龙剑，也不是结束。事情从来都没有昌河想象的这么简单。哦，看来你苏沐雨也有属于你自己的计划。已经解了，难道小神医又回来了？许久不见，大家长。帕哲。你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啊？是苏锦辉那小子派你来杀我的？谁惹了穆秋兄啊？
生这么大的气。陆子哲，你明知这二人是我苏家属意的，你这般行事，是要与我苏家为敌吗？别给我扣这么大的罪名，我可不敢。我只是在尽我总教习的职责罢了。职责？不把过强的2个人放在同一组，这是3家都默认的。你就不怕我上报提魂殿吗？等他们情深意重，把彼此看成兄弟的时候，再让他们自相残杀。合作在一起，不要走散了。看起来也没有办法与你走散了。全都来了。谁都知道你们剑术高超，与其1对1跟你们单打独斗，还不如合力把你们都杀了。我们剩下的再斗，还有几分生机。那便来吧。八戒阵，刀剑合十，攻守皆备，决一切生机。要胜此战，唯有一途，压入决出。我为尔。要破八戒阵，唯有牺牲1人才能找到突破之口。我们2个同时上，算怎么回事？我知道，我来。那我走了。破剑之口。
而我却始终做不到这一点。对于我而言，这里只是一个交换利益的地方罢了。他给我们庇护，我们为他杀人。所谓的家人，不过是虚伪的说辞。苏沐雨，哲叔就在外面，若我们一起动手，你还能活下去吗？若哲叔与你联手，我自然不是对手。但凡事总要一试。你要是说得通，你就不是苏沐雨。我真傻，和你白费这么多口舌。慕白，在里面偷听的可还痛快？你是怎么发现我的？因为那个让你来此候着的消息，就是我给你的。哼，咱们都是同族，就该互通有无。谁跟你是同族？苏长河，你给我等着！长河，开弓没有回头箭，大家长这次一定会死，我也一定要拿到面龙剑。所以，好好想一想我们当年的约定吧。苏沐雨，你去做暗河的魁，以后成为大家长，统帅三家，而我留在苏家，继承苏家家主之位。这马车真有意思啊！如此之大，却能行驶平稳；如此之重，却能日行百里。这是搬家搬三爷捣鼓出来的玩意儿，能不有意思吗？走好这架马车10日以后，他便死了，生病死了。那我若是治好了大家长，我不会得病死了吧？神医多虑了，你可是神医呀！暗河之乱已经开始，不出10日，我们便会得到一个结果，让暗河的水蔓延整个江湖，涌入天启。长河，或许这一次，你我要对彼此真正的拔剑了。这么多年为我点灯的童子，他是唯一一个任务结束还能够活着的。要带他回去吗？不必了。都快死了，17号。欠你一只手，还你一条命，算你赚了。
少安然的情绪，不舍的真情。漫漫长夜中寻你，挣扎痛的憋气。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偷听到你们的任务点，私逃出来寻你，我来接你回家。那地方也能算是家吗？有家人等候便是家。你弟弟还在哪里？如同宿命随波往，点缀着谁等趟破黑暗的河。哪里会有彼岸憧憬你生唯一点光，心境颜色。辗转悲欢离合，恋恋不舍，思念在夜里醒着，心不由我，情字总无法逃脱。怎么总把自己搞得这么狼狈？反正每次你都会及时出现，我狼狈点儿也没什么问题。鬼哭院的试炼马上要开始了，各家主唤我们回去。这一天终于还是来了。哪里会有彼岸憧憬你生唯一点光，情境颜色。想必你们已经有所了解，待会儿时辰一到，你们就会前往鬼窟渊。每组10个人，只允许留下1个。第一组86号、18号、74号、42号、34号、26号、17号、第一组的最后一位，63号、63号。老师，你口中的“老师”这2个字，放在我的身上，我可不敢当。苏芷先生，许久不见了，苏沐雨。昌河为了拦住我，居然把你也请来了。不必怪昌河，是我自己想来的。我想此事之后，或许我们便没有相见的机会了，就自请来此见你一下。顺道下一局棋。我在赶路，没有时间。若有机会再见先生。回到暗河，我定去藏书阁拜会。若我没有做到让你下完这局棋，昌河或许会杀了我。先生来此，是想劝我和昌河联手。你们是暗河这100年来最不可思议的搭档，一起联手破过许多危局。这一次，我相信你们一样可以做到。我听昌河说，
4年前你们做过一个决定，他当上苏家家主，你当上大家长，成为执掌暗河的新主人。那他有没有说过？我并没有回答他的决定。大家长他值得你这样做吗？这个问题的答案重要吗？墨雨，当你用一个问题来回答另一个问题的时候，就代表你的内心并不坚固。可这问题没有答案，只有选择。我在苏家待了将近10年，昌河与我，更是从同一座炼炉当中走出来的师兄弟。准确地说，我们都是家人。昌河那样的人，可不会把老爷子他们当作家人，他只是把你当作家人。可如今我是亏。我的父亲曾教过我，承诺是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。先生您也说过，没了承诺，收了钱的刺客便会因为更多的钱而转头去杀自己的主顾，那么到最后秩序变乱了，刺客便没有存在的理由，暗河也没有存在的必要。你很聪明，但有时候太过于执拗了。已经沦为杀人的棋子，若心中还不存在点执拗，那么活着也像是死了。先生，你败了，告辞。宇哥，你赢不了的。3家家主对大家长这个位置觊觎很久，这个机会他们不可能放过。即便大家长最后把生医好了，他们还是会不惜一切代价把他杀了，这是个必死之局。即使死局，那么昌河他到底想做什么？他想改变暗河，跨过暗河，便能到达彼岸。彼岸之处不再是长夜，而应有光明。和我们联手吧。大哥的意思是，让大家长在一个合适的时机死掉，死之前他把绵龙剑传给你，你执掌暗河，而他则去扫清苏家的障碍，成为苏家家主。到时候其他2家再有不满，你们便联起手荡平暗河。宇哥，抱歉，我有我的选择。大哥说了，若你拒绝，那他就自己当这个3家之主，到时候不管谁挡在他面前，他都会杀死，包括你，他这一生最好的朋友。沐雨，道阻且长，行则将至。驾！先中毒再解毒，以身试毒。倒是有种不疯魔不成活的意思。只是我不太明白，为了几张银票，神医愿意为我以身试毒？自然是不愿意啊，我又不傻。不过我有一个办法，既能感同身受的了解大家长体内的毒，但同时又不会死。什么办法？移魂大法。药王谷的秘术移魂大法，若是一旦对某人施用此法，就能和他无感共识。他的过往和此刻的想法，都无法逃脱施用者的眼睛。若是遇到意志薄弱者，
甚至能彻底占据他的意识。我初听到此门功法，还曾感慨，这哪里是医术，分明是邪术。确实，医者行医，治的是人身体里的毛病，而移魂大法却能治人心病。不过我这次对大家长施用移魂大法，为的是彻底去除你体内的毒。至于大家长你心里想的那些嘛，我可以试着不去看。若是一旦施用移魂大法，那我的性命自然是全在我白鹤怀的掌控之中了。届时只要我想，可以随时杀死大家长。我想试试。大家长能活几日就让他活几日吧，反正我们抓紧时间找机会，先把那小神医给杀了就是。大家长和那个神医有地质社校保护，你那么有信心？哎呀，我派人传了封信，去向了北面那座皇城，里面有一个人出身唐门赫赫有名，是唐二老爷最亲近的弟子。九江琵琶亭内3道暗器震惊天下，是可以与司空长风、百里东君等人齐名的高手。唐灵月。我不知道大家长为什么要杀唐二老爷，但我知道唐二老爷死了，最想报仇的人一定是唐灵月。只剩我们2个人了，所以，你疯了吗？你这疯子，停下来！我跟你说过，你的恩情，我迟早会还的。我不需要你还。你此前替我做点灯童子的时候已是还了。暗河的规矩，10个人只有1个人能走出鬼窟园，成为3家之人。你若不成我的情，我们2个人都得死。一定会有办法的。我去和他们说，他们想要最顶尖的刺客，而我们俩是他们这些年里遇到最好的种子。他们不会愿意就这么失去我们的。你太天真了。你把手放开！你把手放开！只要足够强，便有资格天真。睡醒了。
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，梦到一些很久以前的事儿。邪魔外道，无尽无身。我们是邪魔外道，不过是些魔障，看我一剑斩了你们！大家长，人在虚弱时，邪气便会找机会侵染人的身子，做噩梦是正常的事，大家长不必担心。大家长可还安好？毛头，是。神医啊，你此生救过多少人？这我哪里记得得？加上唐二老爷，我此生杀过832人，很多人我甚至不记得他们是谁，但心底里总会有一个声音告诉我，那是我杀过的人。其实我不怕这样的梦。当他们出现的时候，我会拿起手边的剑，将他们斩杀得一干二净。我既然杀得了他们一次，那么自然我能杀得了他们第二次、第三次。无论是梦境还是现实，都不会有任何区别。但这一次，当我拔剑的时候，发现手里的剑已经断了，需要让沐雨快些回来。难道大家长就不害怕他在这个时候背叛你吗？不会的。坐了许久的马车，累了。小长河，你这个样子能追到鹰，你到底是什么安排啊？追得上。大家长此行北上，无非就是想拖延时间，按照他的手段。老爷子有没有事儿我不确定，但是我们这一批跑腿的，定是要被他清算。所以在我这儿，大家长必须死。然后呢？我对于苏沐雨的安排，应当已经到了，让他见见几个故人，拖延一下他追上大家长的时间。驾！
昌黎，宇哥，好久不见了。昌后派你来的。啊，是大哥让我来的。他说让我拦住你，实在不行，就哭到你心软。他是不是觉得我不会杀你？他自以为能猜透我的心，可我杀过这么多人，我也有无法控制住自己杀心的时候。若我想杀你，你早就死了。这，宇哥。护送大家长离开，快！是。难得有片刻喘息，又要赶路逃命了。等你治好我，便无人敢来了。找到你们了，暗河。龙须真，你是唐门的人？唐门，唐连月。唐连月，原来是天启城4守护之一的玄武使啊！我要找的人不是你。你们大家长在哪？我要见他。纵然你是玄武使，但这里一不是天启城，二我们暗河也不听朝廷的指令。大家长岂是你说见就能见的？我并不是以天启城玄武使的身份来的，是以唐门弟子的身份而来。你们暗河的大家长杀了我们唐门的二老爷，这笔账我来负责清算。这个消息，玄武使是怎么知道的？如果是子虚乌有的事儿，那该如何呢？想必你们大家长早就走了，留你在此处断后，与我说这么多，不过是想拖延时间罢了。想走？急！这样精妙的暗器手法，这就是白秀堂冠绝榜上数1数2的高手吗？荧惑纸蝶和幽冥珠，你是暗河木家蜘蛛女。我不喜欢这个代号。小伎俩，你以为以荧惑纸蝶为掩盖，让这幽冥珠悄悄接近我，以毒丝偷袭，我就不会发现吗？真是自以为聪明的傻子。你在幽冥珠里放了什么？自然是霹雳堂雷家的霹雳子了。你怎么会有雷家的霹雳子？早年执行任务路过霹雳堂，很多雷家的少年郎都曾拜倒在我的石榴裙下。当然是他们双手奉上来，讨我欢心的。不过，我跟你说这些做什么？
可曾记得昔日也差点做这顶的童子？穆家穆英真，你敢与我动手，是想叛离暗河吗？是吗？可我得到的消息是你暗算大家长，意图谋反。我来此杀你，是奉家族之命救出大家长。看来穆家还真是一片忠心啊！素闻纸伞鬼苏沐雨最强的剑法乃是18剑阵，可看你现在这个架势，似乎是觉得我没有资格同时见识你那18柄剑了。你确实没有资格。当年本该是你去的，可苏昌河代替你做了这点灯的少妇。按照我的计划，他们应当都要死掉，可他却被你救了。我想我明白为何他要替你。如果当年点灯的人是你，你必死无疑。实在没想到，苏家赫赫有名的纸伞鬼，从尸体遍地的炼炉中爬出来的无名者，如今的朱影首领魁，居然是一个心存善念的人，舍不得对孩子下手。你的剑并没有想象中的快，是吗？不可能！我明明挡上了那一剑。这世间我想杀死的人不多，但可惜，你便是其中之一。别怕，先找个地方和你的同伴们躲起来。这场纷争怕是要持续很久。看来天启城的守护使也不是那么难对付。
们唐门并不怕雷家堡，所以我也不怕你的霹雳子。你再动，我便只能杀了你。听说玄武使的指尖刃上沾过一位王爷的血，怎么现在杀起人来，却这般犹犹豫豫的？我不想杀人，即便你是暗河的。哦，我还以为是玄武使怜香惜玉，舍不得动手呢。傻瓜。早就听说暗河穆家精通各种鬼术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如此。九江琵琶亭，唐门唐连月，3道暗器名扬天下，我对玄武使也是敬仰已久。方才我便不该对你留情，中了你的媚术。媚术？什么媚术？你既知道我在九江琵琶亭内以3道暗器名扬天下，那么你知不知道这3道暗器是哪3道？坊间倒是有传说，3道暗器都是你自创的。至于是哪3道，还未曾听过。不必听过，你马上就要见到。别乱动！再动，我的那些蜘蛛就要将你吐成一个冰人了。再搭上一些幽冥珠，保证你被炸得尸骨无存。那便试试。这便是当年那3道暗器中的第1道——千道精明。